现今发达的社会中，手机已经变成我们不可分离的东西了。生活上的大小事都靠一台手机来处理跟沟通。但你是否没有察觉到，人与人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有很多人会不知道要如何跟人讲话。所以呢，今天这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位从美国特警谈判专家退休的 Scott Harvett 的观点，来分享沟通技巧。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经过大约大半年的时间呢，我已经没有更新影片了哦。那由于这半年呢，我在钻研以及学习某些技能哦，那所以说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影片。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说声抱歉啦。但今天呢，我也想透过这个机会跟各位说呢，我会继续努力分享好的书籍跟知识给各位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开始吧。首先呢，为什么我会想讲这本书呢？因为我发现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少。再加上网络科技的发达呢，很多时候无需面对面沟通，变成都只靠文字来沟通。但你有没有遇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只靠文字来做事情的哦。那甚至呢，常常会遇到说，会有无效的沟通哦，搞得呢双方一直搞不清楚彼此的意思哦，然后常常会有很多的误会哦。所以呢，这也就是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的目的。希望呢，透过这位谈判专家呢，来帮助各位在生活及工作上呢，能更顺利。好，那第一章节呢，沟通是什么呢？沟通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技能，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行为举止，那并且呢，是一种人类的思想交换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的沟通技巧能力很好，很多事情呢都会游刃有余。然后呢，会塑造成一种所谓的正面的影响力。沟通技巧是人生的必修的一门课题，每天的生活里处处都充满着需要沟通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说，沟通很重要。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呢，彼此都不讲话跟沟通的话，所有的事情及工作其实是无法进行的。那甚至呢，也没有办法往更进一步的发展去前进。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沟通的重要性，因为好的沟通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跟精神，然后让我们更能专注集中的去做我们觉得更有价值更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呢，其实要联络朋友的时候，或者是说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通常就两种方式第一个，要么就直接打电话那第二个，要么通常呢是直接约出来碰面，当面直接沟通，直接聊但是呢，自从智慧型手机出来后呢，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跟沟通的习惯从人对人到手机对手机人与人的沟通呢，逐渐越来越少。那所以呢，导致很多人慢慢觉得说，好像直接沟通的必要性好像就越来越小了那所以说，这也让很多人变得更加的沉默，然后就是都不讲话。但是有时候沉默是好事但是如果说你长期都处在于一个沉默的状态，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有时候沉默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很多的公司或者是组织当中呢，如果危机发生的时候，却在那个时候没有开启沟通的桥梁的话呢，其实通常是会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有效的沟通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不论是生活或者是工作上，你必须要多训练自己的沟通跟信心。那另外呢，各位也应该要知道的是说，我们在讲话聊天的时候，我们到底能够吸收多少资讯呢？
根据研究报告表示，人类只能从他人所说的话中呢，大概获得7% 左右的资讯。也就是说，我们在跟其他人说话时，往往都只能获取到很少的资料量哦。那各位一定会很好奇哦，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获得更多的资讯呢？其实人与人之间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透过语气哦，可以获得大概38% 的线索哦，包含了比如说表达方式啊、音量、语调等等哦，那剩下的部分大概有55% 是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获得的。那比如说你的眼神，或者是你的表情哦，甚至你的手势哦，或者是你的双腿的姿势哦，等等哦。透过肢体语言的方式获得大概55% 哦，所以说其实各位呢，如果平常都只是用文字来沟通的话呢，其实还是会造成很多的误会哦。那所以在这边呢，我建议各位啦哦，可以多利用面对面沟通，那这样子呢，你可以能够减少更多的误会哦。第二章，什么事情需要沟通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哦，处处都需要沟通，但对于每个人来说，需要沟通的事情跟话题，我想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呢，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当一件事情或者是工作需要被很多人一起完成的时候，这种时候，其实你必须要跟大家有很多的沟通跟协调，那并且呢取得共识啊，否则呢这个事情是无法继续展开的啊。第二，工作上的一些重大决策或者是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打比方说，你要买房子了，或是你结婚哦、创业等等哦，那这种时候其实往往是会影响你往后的人生跟生涯哦。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企业的大老板，或者是企业的高阶主管，那你可能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或者是说决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你都要好好的去跟大家去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哦，跟协调哦。那第三呢，当你的内心很混乱的时候，意思是说你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比较低落的时候哦，那自我内在的心情是影响自身的一个很大的要点哦。所以说，不管什么事情哦，当你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应该在那个当下要去找一个人来跟你聊聊，或者是说找一些朋友来跟你沟通哦，这样子其实会对你也比较有好处哦。那以上呢，这个是我简单几个例子哦。好，第三章，该选择哪些技巧来沟通呢？我想哦，这一章节是大家最关注的哦，因为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事物哦，我们都会面对到。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我们要用哪些方法或是跟沟通技巧来面对这些人事物呢？这边呢，我简单帮各位整理了几个重点哦。技巧一，好好的倾听对方说话。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常常在沟通也是会有误会啊哦。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好好的去倾听对方，并且呢，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哦，比如说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需要什么呢？我如何帮助他们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到底重视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哦。当你去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慢慢的就会去理解到更多对方想要讲的话，然后你自己能慢慢的找到那些答案哦。技巧二，说话要清楚，并且呢要表达善意。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必须要发自内心跟人沟通，因为呢，这样会让人家感受到你的意图哦。那并且可以多用一些正面的字词跟人说话及鼓励对方，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哦，如果可以好好的说话，那其实可以带给你强大的力量哦。技巧三，学习成功人士的沟通法。成功的人士身上一定有一些要点哦，可以让你沟通更顺畅。比如说，传达明确的讯息，或者是说，说话时只说重点。那而且呢，
成功人士呢也都会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哦，并与他们建立更多的连结哦，因为呢他们知道哦，这样能吸引更多的目光哦。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说，成功人士他们很擅长分享自身的成功经验给别人，那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时候是建立一个融洽的关系最好的时机点，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方法呢，其实各位不妨可以试试看啊。技巧4，好好的利用电话。现今的社会当中呢，科技的发达，人与人的之间沟通及传达呢，有些事情如果只靠文字是无法完成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请务必呢，各位最好还是用什么电话或者是视讯来沟通哦。因为呢，各位要知道哦，其实语气传达了诚意哦，诚意产生了信任，信任促成了生意跟关系。因为呢，电话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你只需要花5到10分钟的时间打一通电话哦，那其实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能够被解决的啊。好，那最后一个呢，技巧5，重要的时刻可以用文字来记录，文字是可以流传千年的东西，那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哦。那当你在重要的场合当中，利用文字来记录当下的状况，并且也能让你的思绪保存下来，那甚至说你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你都可以用文字把它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很多公司在开重大会议的时候，或者是宣布一些重要的政策都一定会附上所谓的会议记录，然后以利于往后的人们参考。口语的沟通虽然很重要，各位呢可以适度的使用文字的力量，那绝对能让你呢就是事半功倍，然后更有效的传达你要讲的话哦。那我想呢，这以上5个沟通技巧呢，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呢，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或者是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及分享彼此的想法。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喽，拜拜。